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 ARPG 游戏《卡达叙传说》。今天是下半期，咱们正式的向地下王国卡达叙前进了。下半期的难度比上半期稍高一点，包括怪物的种类、强度。刚一下来就看见了一只奇美拉。所以我给自己套了一个保护罩的魔法。这里还有死神，死神在恶魔城里是非常强力的 BOSS， 但是在本作里边竟然是量产的小怪，会发射魔法。这里看到了一个场景，一只狗在追赶一个人，这个人竟然说我挡道，让我滚开啊！这里的剧情和后续也是有关联的。首先来到一个隐藏的场景，这里得到一个龙形的护身符，它的作用就是把你的钱加满。我玩的版本最大钱数是6万，而这个龙护身符它的价格是65000多。所以不管我现在有多少钱，都会把你的钱袋撑爆。如果想练级的话，在这个斜坡上上下两端都会刷龙，也可以在这儿练一下。我的魔法值不是很多了，放一次护身魔法大概需要20点的魔法值。有些墓碑上还有隐藏的道具，但是游戏进入现在的阶段，我觉得这些草药之类的对我帮助不大了。咱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小型的村庄，可以开启一个任务。任务和刚才看到的狗有关。这个地方有点难度，但是按咱们现在的血量，我感觉可以直接闯过去。这种火鞭太长了，比魂斗罗系列还有超级马里奥的都长。当然了，超级马里奥系列后期的作品里也出现了非常长的这种火鞭。我拼掉了一半的血量。火柱射的太频繁了呀！人物等级现在是13级，满级是20，我应该是满不了了。这里去拿隐藏，隐藏藏的实在是太深了。拿到一个时间，现在拿到这个道具是辅助咱们攻击的一个小型分身。最后一个道具是魔法铃铛，这个小型的分身后面应该是跟不到最终 BOSS 战，大概打完火精灵它就消失了。先到武器店看一下，可以升级一下防具。衣服的颜色就换了，不只是我换了，上面这个小的分身也变了。它的装束应该是和我一样的。好的，这里咱们要开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。这个女的叫做吉娜，她已故的丈夫叫做亚伯，生前非常喜欢动物。咱们需要把吉娜的吊坠
挂在她丈夫的墓旁边，这样她丈夫的亡灵就知道她妻子已经安全。看对话的交代，应该是夫妻2个人遭受了强盗的袭击，妻子侥幸逃脱了，但是丈夫已经是身亡。咱们需要抄近路返回，来到了墓地。上一期我应该是被最后一个雷给劈了，所以这次站点就更准了。亚伯的坟墓在最右边，单独的一个，非常的明显。应该是快到了。这些僵尸清理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这里。把吊坠交出来了。这里亚伯知道了自己妻子安全的消息之后，为了表示感谢，会送给咱们一个魔法护身符。这个护身符的作用是可以与动物交流，所以之前咱们遇到那只狗子就可以和它对话。游戏的这条线埋得很远啊，所以这条路几乎是需要原路返回，这里就没有近路了，和咱们之前走过来的时候一样。但是并不用走到很深，不用走到村庄那个位置，所以你能够看出来这款游戏的地图还是经过设计的。其实咱们现在有护身，这里可以莽一下冲过去。又到了奇美拉这个位置，我的血量已经1半了，所以我就决定去睡觉来回血。先把这里的 BOSS 打完。到了狗这里，可以和狗交流了。这个狗说它叫玲玲，主人就是亚伯。他透露在墙的右边有敌人的藏身处，这应该就是杀害他主人的凶手。但是这家伙看起来是个人类，但实际上是火精灵。打完了，打完之后能够得到火精灵的魔法长笛。这个长笛的作用就是打开通往卡达绪城堡的道路。所以咱们冒险的旅途也接近尾声了，只剩下敌方最终的迷宫了。这样的话，咱们需要再次从墓地穿越过去。按照现在的进度，我估计我通关的时候大概是15到16级，现在是14，但是身上是有几个草药的。这款游戏草药发挥作用是自动的，当你的血量被打空了，它就给你回复10点血。所以我感觉这不能叫草药了，这简直就是复活药啊！
我上面的时间显示还剩2分多钟，可能有的小伙伴没看上半期。女祭司这个角色是可以回复时间的，所以说不用慌。从传送门穿越一下。买点道具。商店里的时间越买越贵，现在已经涨到3万了。后面其实已经不用买时间了，但是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游戏当中卖的时间最后能够贵到什么程度。在旅馆里睡一觉，旅馆的价格也是不断的上涨的，所以我睡觉的次数还是比较克制的。东西也买完了，血量也回满了。这里咱们就向敌方最终的城堡出发。就在这里了，主人公吹响了魔法长笛，这个道路就打开了。卡达旭的城堡，城堡里边其实并不复杂，咱们主要的目的是找到一把黄金钥匙，打开黄金之门。就是右边这扇门，就可以见到最终 BOSS 了。但是城堡里边还有一个商店，需要去升级一下防具。公主也在这儿。掉血了，那看来打最终 BOSS 之前，咱们还需要再回去一次。这里有石雕像，看起来是维京人的打扮。之前的版本，它的流星锤就是不断的轮啊，但是在这里它会瞄准你的主人公，锤你了。打一个小 BOSS。但是这个小 BOSS 比咱们第一次遇到它应该是很多了。好大一只史莱姆，来到了塔顶，见到了公主。但是我现在赶时间啊，咱们先去拿钥匙，然后去买防具。下面这种怪的颜色变了，所以说比之前要抗打得多。早期的 RPG 游戏经常会来这一套，一种怪物换几种颜色，分别是内测版、公测版、正式版、威力加强版。这里的门比较多，不要记错了。2个怪就把我的保护罩拼没了一次。这只火龙之前咱们也见过，之前是绿色的，到这里变成蓝色了。再放一个保护罩。游戏当中，如果你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走，那你就走最困难的那条。好的，这就是黄金钥匙。然后在商店里边可以买一个黄金的头环。
头环才600块呀，时间已经涨到3万了，而且现在是咱们买到的最强装备了。这里抄一个近路返回。这次还是和公主对一下话吧。然后根据咱们的血量情况，我再决定是不是需要再回村子睡一觉。毕竟是要打最终 BOSS 了，而且最终 BOSS 严格来说是打2个阶段和3个形态，所以说还是要保证一下咱们的状态。而且你想一下，当年在街机厅如果玩这款游戏的话，肯定是玩的时间越长越好啊。锤子瞄的还是很准的。我已经决定回城一趟了。右边有一个宝箱，其实城堡里边至少还有4个宝箱，这4个宝箱咱们也收集一下。魔王的宝箱不拿就算丢啊！这里有3个，好的，这样的话可以回城睡觉了。睡觉再回来就开始打最终 BOSS。最终 BOSS 叫做巴罗格。我看剧情的设定好像是炎魔和人类的混血，但是它是倒向了恶魔的一方。等级我没有练满，但是一些可以练级的点应该都给大家交代了。如果有想体验一下本作的小伙伴，可以按照我上下2期视频，一些打法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以及可以跳过的部分，都给大家说明了。我现在道具比较满了，看经验值的情况，大概打最终 BOSS 之前还能再升1级。旅店的价格已经涨到1000了。矮人村的这扇传送门，我应该用的次数是最多的。准备完成了，咱们去开黄金门。里边除了最终 BOSS， 还有一段路要走，也有小 BOSS 要打。女祭司的战斗能力不是很高，但是她的生存能力真的是好，可以加时间，可以套保护罩。我看高手玩速通的话，都是使用法师，法师的魔法真的是很强啊。我还差20点经验升级。这里先打一个小 boss，
这个 BOSS 之前咱们见过，但是这次的版本比上次要强，起码血量多了很多。攻击的招式就这么2下。但是感觉这次好肉啊！撞了我2下，最后是靠拼血把他干掉。16级了，现在就是我的最终的状态，在卡达绪城堡的顶层。见到了最终 BOSS 巴罗格，首先要打他的人形形态，然后他会变身。这段剧情我好像见过呀，想起了恶魔城。来到了城的最上层，城主之间，然后先打德库拉的人形形态，然后再打他的变身形态。这里巴罗格变身了，变身成了一只火龙。这个火龙的肚子，咱们就是说，作为恶魔也应该少喝啤酒啊。打 BOSS 的全程最好都需要带着保护罩，这样 BOSS 就射不进来了。打到一半，巴罗格跑了。公主叫主人公回城，这样咱们回到了迪萨尔王国，回来见国王。咱们和国王对话到一半，这个时候公主闯了进来，说这个国王是假的。这样的话，咱们继续最终 BOSS 战，打巴罗格的火龙形态。这次他还会再变身一次，从一个火龙变身成双头火龙，这就是最终战了。我的魔法量应该是够，血量也够，全程和他拼着打就可以。第二个龙头也长出来了，可惜它没有第3个头了。这就是巴罗格战败的原因啊！看过《冰与火之歌》的都应该知道，龙有3个头啊。我的保护罩套的不及时，掉血了。咱们从后面来吧。BOSS 果然怕这个呀。这样的话就通关了。通关之后，这个公主真的是太不实在了呀！她竟然跟咱们只说了声谢谢就完事儿了。女祭司救公主，这个剧情我白兴奋了半天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 ARPG 游戏《卡达绪传说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